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曾万，我认为刘亦菲那天微博之夜后，没想到自己成了风口浪尖上的超级英雄，从逍遥法外的神仙姐姐，一下子变成了领枪上阵的勇士。原本自己还是逍遥自在的存在，结果去了就领枪兼躺枪了。他固然更想不到赵丽颖自下而上的成名路，居然让自己兜了个圈。从电视到电影，再从电影到电视，没了田爹的孩子，或许经回首间，注定都会想起王炸弟弟王一博的粉丝这两天絮絮叨叨最多的一句王一博名言：因为杜华铁了心了。Zman， 我要说一说王炸弟弟王一博的粉丝们啊，你们最近有没有觉得头疼？为啥咱们的杜华铁了心呢？实话实说，大环境小环境都不好，特别是 Zman 我铁口深扒跟踪报道过的一件塌房大事居然峰回路转，而王一博继党媒央视之后，又被另一个党媒爸爸盯上了。王一博的新片《无名》上映后，各种花边新闻如莎士比亚戏剧般纷繁复杂。更可恶的是，那个文盲的梗让王一博的名声受损。那些负面新闻就像黑子，在我们的摇钱树上疯狂生长，让粉丝们气得跺脚。可是对比其他家艺人，王一博的团队就像一言难尽的怂包，从未拿起武器勇敢的反击，舆论监控就像他们的软肋，让黑子们兴风作浪。哎，这种态度就像那句话，你不拿出强硬的态度，那就让黑子随心所欲吧。无名上映后，第一天就被黑评论给拉低了好感度，这公司居然都不重视，真是后知后觉啊。最后，粉丝们的心声，给王一博一个专业的对接，让我们的沟通桥梁宽一点，不要再让我们感叹天哪，又无疾而终了。说到底，粉丝们的诉求就像那句专人专项，事半功倍，让我们为王一博的事业发展添砖加瓦。为了这个摇钱树，乐华，请你重视一下。王一博现在正处于事业的黄金阶段，就像那句莎士比亚名句，黄金时代在哪里？如今的王一博多部作品即将上映，电影圈能否走得稳，也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乐华啊，王一博的青春留在大众视野里，给了你们多少金子般的机会？你们到底给了王一博什么呢？新万，我要提醒大家几个问题。作为粉丝，你觉得哪些方面是艺人公司应该重视的呢？如果你是乐华，你会如何更好的支持王一博的事业发展？如何平衡粉丝的诉求和艺人公司的商业利益？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回答问题，让我们一起讨论，一起互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man， 我认为猛兽都是独行侠，牛羊才成群结队。就拿2023微博之夜的刘亦菲和赵丽颖来说吧，哈哈，这两位就是娱乐圈里的猛兽。别的85花旦们都在台上台下秀恩爱，这两位高贵冷艳的大姐姐却另辟蹊径。哎呀，那几年前的刘诗诗和杨幂的闹剧真是让人捧腹大笑。步步惊心火了，杨幂调皮地说，诗诗现在这么火，我还不太高兴。嘿嘿，这种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说到那些八卦的事，我们可不能忽略闺蜜大换血这档子戏。唐嫣一离场，刘诗诗回归，杨颖加入，这花旦们的后宫就像是在演宫心计，而刘亦菲和赵丽颖这两位85后一线女明星从未被卷入其中。别人在名利场八卦攀关系，他们却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不搅和这浑水。有人说刘亦菲太高傲，但这又怎么样呢？好事者总爱在背后品头论足。哦，我想起来了，赵丽颖也被贴上孤儿的标签，参加时尚活动，她就像是赵氏孤儿，与众不同。别人争风头，她直接跳过红毯，宁可孤独一人。哈哈，看客们怎么说呢？说她不合群。但是赵丽颖心里明白，与其跟着别人，不如坚守自己的本心。她知道名利皆会淡去，唯有作品会留下来。聊到这里 Zman， 我不禁想问，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你是选择走自己的路，还是追随别人的脚步？你会为了名利放弃原则，还是宁可孤独的坚守自己的信念？嘿嘿，这可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哦。Zman， 我这么一说，各位观众肯定都在思考了吧？另外，我还得说说咱们那些闺蜜大换血的花旦们。虽然他们在台上台下秀恩爱，但Zman，我猜他们心里也许也明白，娱乐圈的友情是那么的脆弱，说变就变。大家觉得呢？虽然娱乐圈风光无限，但真正值得我们敬佩的，还是那些坚守初心、
用作品说话的人。在追逐名利的道路上，我们要懂得分辨真假，选择那些真正让人骄傲的榜样。值得提醒的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那向来独来独往的刘亦菲和小赵居然也会有合照。两位美女大前年现身微博之夜，惺惺相惜的打了个招呼，看来刘亦菲有点小粉丝的模样，而赵丽颖则是一副悠哉悠哉的样子。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认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强者相互欣赏吧。话说，当其他花旦们还在愁转型之路时，赵丽颖从不 care， 她只看重剧本，只看重角色是否自己喜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连她拍的仙侠剧与凤行，也不是市面上那种俗套的仙恋剧。哎呀，这部剧已经杀青7个月了，从官方放出的花絮视频来看，赵丽颖这回是扮演灵界第一女战神，打得一手好戏，仪态万千。恭喜恭喜，天神驾到！赵丽颖可是个不在乎名利场是非，却非常看重观众意见的人。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仙侠剧被嘲丧葬风吧？那可不是东方审美，但赵丽颖亲自担任与凤行的监制。从剧照和片花来看，这部剧确实走的是东方神话路线，古典美学质感满满。就连鹅厂内部看片人都剧透说，与凤行太让人耳目一新了。很意外，并非仙侠，而是以说书人的方式讲述了古典神话故事，有90年代徐克电影的味道。看来小赵选剧本真的是太会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认为赵丽颖这个女神呀，真的是选剧本的鬼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那部师徒恋虫子都是8年前的老戏了，赵丽颖那时候就拍过，千言万语啊，道不尽这女神的神通广大，她可是让后来者都抓瞎，想模仿却无法超越的先驱。哎呀，别以为赵丽颖对仙恋剧只是简简单单的发糖组 CP 哦。Zenman， 我告诉你们，这女神说得好，师徒恋要有禁忌感，师傅亦师亦父啊哈哈，哪儿找这么高明的观点？赵丽颖说，花千骨里的角色不是那种傻白甜哦，这可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她知道自己的命运，但努力去改变。这个倔强的女孩跟赵丽颖还真是有点像。仙恋剧火了之后，赵丽颖立马退出战场，决心去朝堂混一把，然后楚乔传就羞得出现了。尽管后期制作一般，但楚乔的个性真是亮眼。当他拿着旗帜呼唤燕北子民的时候，简直熠熠生辉。楚乔永远不会为爱情妥协，只为理想奋斗。多然啊，即使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样的宅斗剧里，明兰也是柔中带刚，锯齿藏实，又丽又真又纯。哎呀，这个角色真的是个性独立坚韧的典范。赵丽颖用演技诠释了一人千面。不过有匪这部戏就算是她演艺事业的滑铁卢了。她喜欢周匪这个角色，却忽略了制作班底，因此现在她更看重制作团队。哈哈，现在我来问问各位观众，你们心目中的赵丽颖是什么样的？她的魅力在哪里？在下方留言区跟 Zenman 我互动一下，让我看看大家的观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们是我们一再重复的事情。所以优秀并非是一个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是啊，赵丽颖的优秀演技可不是偶然的，她可是靠着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坚持，才成为了今天的她。那么Zenman我就来问问各位，你们是怎么看待赵丽颖的职业生涯的？她在你们心中留下了哪些最深刻的印象？快来留言告诉 Zenman 我，让我们一起聊聊吧。啊哈哈，当然了，在我们畅谈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给我们带来欢笑的网络笑话。你们知道吗？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地球是圆的，人生也是圆的。今天你落魄，明天我发达，这话说得多直接啊，简直是妙不可言。所以呢，大家都要乐观面对生活，把握每一个机会。当然了，Zenman我这个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王一博肯定最懂，因为奇怪的事情连番发生，就在这2天。那么Zenman我要问问大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你们是怎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的？生活中有哪些方法能让你们时刻保持笑容？来，留言告诉Zenman我，让我们共同分享快乐，传递正能量。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追求更好的未来。记住哦，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相信自己，勇敢的去迎接挑战。困难面前有王一博，自然也有那个曾经被嘲笑产后状态不佳的妈妈。
赵丽颖。哈哈，想当年啊，人家说她产后状态不佳，可咱颖宝贝却来了个当时不够好，很抱歉，怎一个痞字了得，这次她可不依不饶，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不仅抓住了与奉行的服化道，还组织提前进组训练，这叫什么？这叫亚里士多德式的勇敢。还记得那时候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播出时，有人说他台词戏骨不够好吗？然而在风吹半夏里，他的台词强劲有感染力，那段句尾独白更是惊艳众人，仿佛莎士比亚说，一颗星星不问光环，他不怕骂，只怕自己不够好。这种态度真是让人感叹，哎呀，你看那些一线明星捧得比天还高，根本听不见批评，可颖宝贝呢，不好就立马承认，不行就马上改正，这种聪明人知错就改的精神真是让人佩服。而今赵丽颖闭关拍戏《虎狼之路》，讲述围绕孩子拐卖的故事，写实风格，关注热点问题，播出后想必会引起热议。与其说她是一线女星，不如说她是一线女演员，就像她说的，别人吵我不合群，不社交，我就是自由的。就像那位50岁女性孤身自驾游世界的网络名人所说，女性独立则天的皆宽，自由又孤独，孤独又强大，这种励志气质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微博之夜后，一次过尝遍独立味道的刘亦菲红得像炒糖的红糖豆粽一样甜蜜，这感觉堂爹不懂。这位美女从电视剧界搏击大银幕，接连出演了铜雀台4大名捕、露水红颜、第三种爱情，虽然评价像过山车一样，但是鬼斧神工的2022年梦华录一片成功让她重返小荧幕，瞧瞧这火爆程度简直能炸了天。不妨说说这个新闻，我也感受到刘亦菲好像觉得自己在小荧幕上是金字招牌啊，跑去演田园剧去有风的地方，和李现组 CP， 最近还传出她要演玫瑰的故事呢。刘亦菲可不像赵丽颖转型那么轻松上手，但你看她挑剧就知道这姑娘有品味。古装剧里不只是奶糖一样的浪漫，还讲述了女性问题，写实又疗愈，这份作品简直是甜度适中的巧克力饼干啊。对比先知先觉、草根逆袭的赵丽颖，这妹子的美可谓是和而不为的古早典范，观众缘简直好的都快跟狗粮赛跑了。这长相，无论是古装、现代还是年代剧，都能随心所欲的适应角色，简直就是百搭皇后。这方面，赵丽颖可谓是85花中的王者啊。虽然有人吐槽她的时尚资源不够高级，但她的角色适配度就是高，作为演员占尽优势，演技也在不断进步，从台词到形体，赵丽颖的进步简直是跳楼大厦的速度啊。那么你们觉得刘亦菲和赵丽颖谁的优势更明显呢？这两位女神的招牌是不是有点像冰糖葫芦和棉花糖，各有千秋，各有风味呢？刘亦菲和赵丽颖的发展道路真的大不同。刘亦菲这位美女可谓是5步一个脚印，起点超高的典范。她的作品选择就像在挑选水果，每个角色都精挑细选，这份谨慎简直比挑选钻石戒指还小心呢。而赵丽颖呢，她就像是在快速发展的高铁上飞速前进，演技也随之飙升，简直让人惊叹。这两位突然被人反复对比和惊人发现的女神，其实也是想让大家思考一下，在演艺圈这个大舞台上，到底是谨慎的步伐更能走远，还是大胆突破的精神更能取得成功呢？说到这，亲爱的观众朋友们，Zen1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一，你们觉得刘亦菲和赵丽颖的发展道路哪个更让人信服？二，你们更喜欢谨慎小心的刘亦菲，还是敢闯敢拼的赵丽颖？三，在演艺圈这个大舞台上，谨慎与大胆哪个更能取得成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畅所欲言，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观点，别忘了点赞、评论和分享哦，谢谢。话说有个年轻人穿越到了古希腊，他碰到了亚里士多德，结果亚里士多德问他，你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解决秃顶问题的？年轻人回答，当然是植发了。亚里士多德，哦，明白了，所以说植发就是为了头脑发达，哈哈。好了，接下来Zen1我再聊聊那部备受瞩目的电影《长空之王》，听说11放鸽子，5一再上线，这可真是11匆忙撤档，5一卷土重来。让人好奇，究竟是因何推迟上映？这部电影能否展示新时代空军的精神风貌呢？啊，说到这，话说王一博的发型成了网友热议的焦点。
作为一个尊重莎士比亚的人，我借用一下名言：发型无罪，过失有罪。大家都在争论王一博的发型是否合规。我说，各位别闹了，好好看个戏，有什么不好？虽然王一博头发的确没达到军人标准，但瞧这脸蛋，跟空军英勇风度倒是一拼。然后不得不提上海堡垒的鹿晗，他的发型成了前车之鉴。鹿晗顶着一头爱豆发型救世界，可谓是带着发型去巡山。不过这次长空之王，我们 Zenman 我看好王一博，他应该不会步鹿晗的后尘。好了，兄弟姐妹们，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长空之王会火吗？王一博的发型会影响这部电影的口碑吗？鹿晗的教训是否值得反思？欢迎留言写评论，告诉我你们的看法，让我们一起发型研究一下。提醒一下，这个发型梗真的很有杀伤力。为什么 Zenman 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党媒官媒再次现身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Zenman 我认为，在这演艺江湖，有人侃侃而谈，有人高歌猛进，都是自然现象。但有些人，他们的主业可是流量哦。演员或者导演只是他们的一个小小标签而已。咱们就来说说那部《长空之王》，虽然咱们不能评价它的制作水平，但人物造型方面可真是槽点满满。你说是不是？这堤坝一旦有了蚁穴，问题可就大了呀。是啊，也许《长空之王》就这么一个槽点，大家也就随便笑笑过去了。但万一呢？万一有很多这样的问题，那可就得从量变转化成质变，步上上海堡垒的老路了。这部电影之前临时撤档，说明它真的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否则早就上映了。哈哈，你们瞧瞧，现在这英雄剧都变偶像剧了，真是风潮迭起啊。其实这问题还是能补救的，你猜怎么补救？就是那2个字，调皮捣蛋。咱们再来看看大鹏导演，他现在也是提心吊胆的，各种场合各种关系都使出来了。他还在最新的访谈中大谈特谈捆绑的好处，说自己的热烈里加入了王一博的各种情怀。哇，原来热烈的青春还少不了王一博在剧中跳 breaking 和唱 Beyond 的歌曲呢。大鹏说，热烈是一种爆发的力量，是属于夏天的一把火，结尾还有所超越和升华。那些貌似三项的粉丝型恭维明晃晃，是他内心躁动和不安的表现啊。好了，亲爱的观众们，你们觉得偶像明星和演员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看电影的性质呢？你们对于那些演技不太在线的偶像明星有什么看法？这些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当偶像明星和演员身份发生冲突时，你会选择支持谁？你们觉得偶像明星在演技方面应该如何提高？这些偶像明星是否应该为了追求更好的演技而放弃一些光鲜亮丽的形象呢？Zenman 我期待着你们的回复哦，谢谢大家。好了，今天可真是特别的热闹啊！您会不会想不到呢？霍尊的瓜事件，你们还记得吗？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披荆斩棘的后期剪辑像过山车一样，一个霍尊事件导致所有镜头都得重做，再加上陈露，哦哟，这是一波三折啊！不熟悉的您或许值得再次回顾一下Zenman我3番5次镶金边的铁口，没想到这事后面还有反转，陈露因敲诈勒索被抓，像电视剧一样。霍尊的经纪人独立平来更新了案件的最新进展。众所周知，陈露递交了悔过书，想得到霍尊的原谅，然后法庭给个轻判。独立平这位大侠建议霍尊接受陈露的道歉，毕竟还有点感情底子，这对双方都是个好结果。想想看，网友们要是看霍尊无情送前女友进监狱，那霍尊可就背上了无情寡义的头衔啊！哎，说起来，大家看央视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了吗？批评流量艺人不注重文化修养，说演员是靠文化吃饭的。哇哦，这是要扫荡颜值及演技、念词及表演的不良风气啊！可惜有些明星对饰演的历史人物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绝望的文盲，这短短4个字可是火了一把。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文，没文化敢上镜。哎呦，这简直就是挑衅啊！不过呢，文化修养确实是演员的必修课。好演员得摸爬滚打，汲取生活养分，才能演好角色。那些不敬业、不学习的演员，可是让观众都担忧了。文章里还举例说，有演员为演好甘肃农妇，花了10个月在当地体验生活；有演员出演警察前，跟随民警一同出警，体验真实工作状态。看看人家
这才叫演员。所以啊，一个演员拼的就是文化。最后啊，这篇文章没有点名，但是有些习惯成自然的网友们可高兴了，一下子就发现可能是在影射王一博和赵露思。哎，这可真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哲理啊。好了 Zenwan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大家觉得好玩吗？觉得有趣的话，给我一些掌声呗，嘿嘿。现在我要提出 N 个问题给大家，让你们思考一下。第一个，你们觉得霍尊和陈露这事儿到底谁对谁错？霍尊应该接受陈露的道歉吗？第二个，对于那些没文化敢上镜的演员们，你们怎么看？是要严厉批评，还是给他们一些时间和空间，让他们成长？第三个，如果让你们去演一个角色，你们会选择怎样的角色？你们会怎么准备呢？好了，亲爱的观众们，我等着你们的回答呢，在下面留言、写评论、回答问题，让我们一起讨论。别忘了关注 Zenwan 我哦，大家开心就好，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想你了，你最近好吗？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